안녕하세요. 저는 말레이시아에서 온 카이라고 합니다. 저는 태만에서 온 시미라고 합니다. 저는 중국 이창에서 온 저서진이라고 합니다. 저는 중국 심양에서 온 유시양이라고 합니다. 중국来了 안녕하세요. Hello， 大家，我是 GG。然后今天我就邀请了几位我的语学堂的同学们一起来和我拍影片。我是从9月份来的，现在有3个月了。我是从6月底来的，现在快6个月了。我是10月末，我也是。 11月末，一样。大家来韩国都有几个月的时间，相信你们在韩国应该有感受到一些文化的差异，对不对？有一个我觉得你们应该没有人会感受到，就是这边的麦当劳。我出国我就会去麦当劳。为什么？因为马来西亚是穆斯林国家，所所以我们的麦当劳没有猪肉。所以你是喜欢吃猪肉的，对不对？对，真的很喜欢吃猪肉。所以每次我出国一定会去麦当劳去找猪肉来吃。为什么你笑？没有这样可爱，是我要找肉吃，就要找麦当劳吃。你们的披萨有猪肉吗？有有啊，为什么不能？不然上面都放什么？对我们啊，就只放鸡肉还有牛肉。东干丝你吃过吗？马来西亚没有东卡斯，马来西亚只有鸡排还有牛排。猪排你要去中国餐厅。虽然我很喜欢吃韩国的泡菜，但是我还是觉得中国的食物可能也是从小生活到大，我还是喜欢吃一些，因为中国食物可能口味更重一点，我喜欢吃稍微咸一点、辣一点。但是我就还比较喜欢吃韩国的东西，对，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吃咸的。但是很多韩国人会觉得中国的食物也会调料味会很重。哦，是的，对我喜欢，对我喜欢。可是我觉得韩国的食物你会很腻，会吃到很腻。哦，对，不管什么食物你都会觉得很腻。对，吃多了真的会。不知道为什么，就马来西亚，我们马来西亚食物也是很咸很辣，可是我们就是吃不腻，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对，我觉得可能是韩国东西偏甜一点。就是那个东嘎斯上面不会淋那个酱嘛，然后我有一次就是看到它淋的时候，我说就这样子，我说我在吃，我就觉得好吃，就是感觉第一口吃就很好吃，但是你就越往下吃越腻，对，就是吧？很少有吃完的情况。对，我以前到现在我都一人份我一定吃不完。你吃多了就会觉得啊够了，就到这儿吧，여기까지。但是你会有吃不饱的现象吗？就是我吃了之后，可能我现在觉得很腻，我吃不下，或者我真的吃饱了，但是没有多久又会觉得饿。我会。我妈妈跟我说，那可能是油的问题。为什么？就是会有菜油和我们中国的猪油嘛。然后我吃猪油的，我就觉得一会儿我就是家里的菜吃完之后，过很久之后我才会觉得饿嘛。但韩国我吃完之后，我过一会儿我就又觉得饿。所以说可能每一次我吃的不多，但是我一直在吃，所以我来韩国3个月长了10斤。我其实不是特别，就是包括在中国也是，在国内我不是特别喜欢吃糖醋里脊。就是我单吃它可以，但是如果只有这一道菜，然后配饭我吃不了。我觉得配饭一定要吃咸的或者辣的，如果用甜的，我吃糖醋里脊配我的白饭，我会觉得我是一边吃巧克力豆一边吃饭。就是韩国的所有食物都是甜的，除了泡菜。有一个팥죽，你们吃过吗？팥죽就红豆粥。他们红豆粥齁是不是？他们红豆粥是咸的，是红豆粥是咸的。为什么？就你们有红豆汤吗？有啊，甜的呀。对，然后我之前有朋友去琼珠的时候，我就想要吃팥죽，他就红豆汤就很正常，看起来很正常，就里面就有那个豆。对。豆，然后红豆，一口下去，然后下去是又甜又咸。甜我还可以接受，红豆就是甜的，我们吃的都是甜的，然后还有咸。咸我。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吃的那个豆花，你知道吗？咸豆花、甜豆花，你吃的是什么？我吃的好像是咸豆花，我们吃的是甜豆花。为什么会有咸的豆花？咸豆花。对。但是后来我去吃了咸豆花，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因为它会加不同的调料，吃起来也还不错。但是我从小吃的是甜豆花，我第一次觉得还有咸豆花，我觉得好奇怪呀。但其实在我们那边好像豆花不是很常见。可能是，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很少吃。求生欲好强啊！可能是。我们那边就甜豆花可是我先讲说，跟台湾的食物跟韩国的食物，其实
韩国食物对我来讲，我觉得比较咸一点。比较咸一点。比较咸一点。像我喜欢吃泡菜，可是泡菜我一定要用煮汤，就是都把它稀释过了，就是直接吃，我觉得我没办法。听气几个。其实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我就喜欢吃。我有一个特别不适应的地方，就是韩国的卫生间，就是一定要坐着，让我真的很受不了，而且很冰凉，就真的很凉，会很拔，真的很凉，就是明明很急，但是就会想一想要不要去，就会能忍的话一定会忍住，如果忍不了了就会。一般第一个卫生间是那种插电的，会有热气，但是又觉得很奇怪。你们会真的坐下去吗？会啊，为什么不能？但是我因为我来擦一擦，很不适应，所以我会腾空吗？蹲，它会腾空。那我跟你们不一样哎，你会？我是会铺满了很多卫生纸。如果真的需要，比如说时间很长的话，就会铺。我们带那个坐便纸。对，那个很简单，有很多就直接铺就。对，我买起来是分一半，就一半是做的，一半是蹲的。我觉得那样很好，我觉得那样很好，就照顾我们也是，我们也有坐便的，然后有蹲便的。但这边我还没有见到。我也没有见过蹲便，如果蹲便我一定会去蹲便。但说实话，我第一次过来的时候，刚开始上厕所就。很不适应是吧？因为我刚来韩国没有不到2个月，我刚来韩国的1个礼拜，我没有，편비。第一个方面是因为它的那个是坐便不是特别适应，第二是因为你去哪个地方都是坐便，你不知道这个一定要去用纸去擦，我觉得很麻烦，所以你又腾空又很难受，对，所以就是很困难。对你也不可能说到一个地方看到蹲便就直接就坐下去，你也会考虑一下，女孩子会擦一下，会觉得很麻烦，所以我会随身带着那个坐便纸。马来西亚我们都会铺。就我买会有一次性的那种。没有，我们就铺卫生纸。自己它会很浪费啊。浪费没关系，不是问题。重点是你在做的时候，你要是细菌感染的话怎么办？对，女孩子会很注意，因为真的会有这样的病产生。저 혹시 한국 사람들은 어떻게 화장실 그 변기 있잖아요. 그 위에 화장지 넣어서 앉아요? 아니면 그냥 앉아요? 저는 그냥 앉아요. 닦고 앉아요. 먼저 닦고 앉아요? 그럼 여자들은 어떻게? 제가 듣기로는 여자들 화장지 깔고 앉거나 그냥 신발 신고 올라. 그럼 신발 신고 올라간다고요? 신발 신고 더러우니까. 그래서 그냥 앉으면 안 된다고. 所以要不卫生纸啊，你们怎么可以直接出？我跟你讲啊，因为我们之前也会有这样的困惑，所以我经常会看到新闻上面说，就是总会说是中国人啊，说去某个地方旅游会用中文写不要站在便器上面。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哪一个国家都是会有奇怪的人和比较是的正常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想法就是会不一样。马来西亚人来韩国一定不能适应，就我们的厕所都有一个水喉，一个水管，这个是我们的厕所。这是干什么的？我们也有啊，因为我们是回教国家，然后马来人他们会习惯上完大号之后，他会用他们的左手，然后用那个水这样来擦屁股。那个卫生水是洗手还是洗屁股？这个水就是拿来洗屁股的。就不用手指是这个意思吗？就不用卫生纸，就先喷干净才擦。我有点不太能接受的。我也是，我觉得都是这个概率很强哎。是的。我们就慢慢按。是。可是你怎么做呢？所以完全不用卫生纸吗？我会啊，不然怎么冲干净？那不会先拿纸先擦干净之后再拿水洗，然后再。可是没有水，韩国的厕所就没有这个喉。但是马桶会有那个就是冲水装置啊，按一下它就会帮你冲。然后你那个不是更肮脏吗？但是你用那个冲你怎么冲？你告诉我一下，这样子吗？就这样子冲啊。那不会冲的到处都是吗？不会。天哪，这真的是文化差异呢！我真的有点。我第一次听说。你知道，我就没有来过韩国的马来西亚朋友，他就看到韩国的厕所的照片，他就问我那喉在哪里，然后我就跟他说只有比较高级，就那免治马桶，它才会有的喷水。然后他们就说那你讲上大号。我在韩国都是用那个湿纸巾。所以我想知道，
东擦锅，就直接拿手吗？没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只会喷，我不用手擦，但是我喷了之后才擦。很多人会，就听说马来人他们是会用手把它擦干净，那为什么不用纸呢？他就用手擦了才用纸，所以我们的厕所都很湿，地上地板都很湿。就是哦，原来是这个，大家都在洗，在冲。韩国的卫生纸，你们有没有觉得非常薄？薄，我觉得。又薄又贵。啊，有，我很，因为在中国这样一桶，但是我觉得大概也就韩20人民币，因为我大概觉得， 2000-3000块钱。但我在韩国15000，然后一打，但是韩国的卫卫生纸会有香味。中国也有香味。有啊，可能是我傻，是要看牌子吧？可能是吧，要但是我看牌子没有我在国内没有遇到过。要看牌子。所以你会觉得这边的纸比较薄吗？很贵，又贵又薄。我没有感觉。你会觉得纸是正常的，对不对？对啊，我觉得它质感不一样，就马来西亚都很软，所以在韩国对，它会有点糙。我觉得他们是水溶性的对，因为它可以冲下去。我突然间又想到一点，因为韩国的卫生间就是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会有纸桶，但是在我不知道在别的地方，但是在我们家那边很少，比如说去哪里去外面吃饭或者去哪个公共场所上厕所的话，就是很少会提供纸，就每次要上厕所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拿一个小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那边的人就是每个人包里应该都会有纸，对我也是，但是也不是说，但是在韩国不会有这种担心，就不管去哪里都会有纸，对，这点很好。